昨天夜里倒春寒，气温特别低，都到-2度了，一直特别担心我这些果树。今天下班了之后，赶紧过来看一看，看这花瓣已经明显有冻蔫的感觉了。不过像这种盛开的桃花，其实还好，-2度，昨天一晚上还不至于给它冻坏不结果。多少会受到影响吧，但是因为花多嘛，所以影响呢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。看这棵主干型的水蜜桃树，这远处看去花都已经由那种特别粉变成粉中发白了，仔细看也是叶子打蔫了。天气还真是也不知道昨天晚上的是不是今年最后一次的倒春寒了。按照以往的时间来看呢，有可能再过些日子还有一次，不过现在天气预报是看不出来，希望就到此为止吧。这是那棵自然开心型的蟠桃，状况跟刚才的2颗桃子是一样的，也是花瓣稍微的发白打蔫了。我们这边的中霜日，也就是春天最后一次霜降来临，大概是4月19号。按照现在的时间来看呢，后边还有可能还有一次霜降，但是有可能不会到-2度了，也可能就是0度或者-1度。桃树呢应该是没什么影响。过来看看杏树，这杏树杏花已经全都落下去了。看这几个已经谢了花的小杏，昨天我看的时候它还是有很小的青杏在的，现在已经发黄发干了，我感觉不妙，大概率又是被冻死了。再来多看几个，好像这几棵我也看不到那种绿色的很小杏的状态了。过一阵子再来瞧瞧吧，等它长大一点看得更清楚。如果是还有小杏，那就说明还能有一些，否则的话就又全军覆没了。不过我看刚才这个上边，还有一些花瓣，看这个，像这种花瓣呢，可能还能活下来，再等等看吧。还是希望今年能稍微有点收获的。这棵杏树太高了，想保护也真是不容易，所以我也就没管它。我看网上有些人在种杏树，或者是其他在当地不是特别耐寒的树种的时候呢，可能会在周围搭架子，然后外边罩上无纺布给它保温。其实如果我要是能做到那种程度的话，这杏应该是早就有收获了。可是太麻烦了，如果在它旁边再搭个小房子，还得想办法防止风给它吹倒或者是吹坏，然后割草什么的呀，还有下边除草管理也都特别不方便。在我这儿不太现实，从时间上呢，我也没有那个功夫，所以呢，基本上就是一半靠天吧。如果人做不到，那就是100%看天了。这杏果谁让它开花那么早，结果那么早呢？这春寒还没过去，这果实出来了，你说不冻死它，冻死谁呢？相比杏树，其他果树就聪明多了。桃树啊、梨树、苹果树都是没有问题的，好多的花儿，然后也有足够多的花儿，即便是冻死掉一些，后边还有足够多的花儿能够结果。看苹果树这小花瓣，上面有5个花朵，都是含苞待放的状态。这2天就基本上没怎么动，估计是预计到了有寒潮，天气冷了都没往开放。这就一点事儿都没有，完全没有被冻的感觉。再看这一串苹果花，长得是相当的不错呀，每一个上边都是中间1朵花瓣，然后四周有5朵环绕着它。将来疏果的时候，如果中间的果长得好，就可以把中间的留下来。再找找有没有开放的，我刚才看这儿有一点点的白色，看这个是刚刚要打开。估计明后天如果天气暖和，它就打开了。这苹果也挺有特色的，花瓣没打开的时候是粉红色的，打开之后就变成白花了。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过。这边小苹果树的花儿，好像中间那个稍微有点受影响，能看出有一点点发蔫的感觉。不过还好了，这不会影响它开花和结果的。这个也是。再过来看看李子树，看看这李子树的花儿，有一部分刚刚落去，这是属于半落状态吧，有一部分还在开。
感觉应该是也没受到太多的影响。再看看这一面，目前是看不出被冻伤或者是冻坏的感觉。不过话也不能说这么早，因为还没有做果嘛。按以往的经验来看呢，李子树通常不会受倒春寒受多大的影响。这李子树在这个地方最难受的是病虫害太严重了，尤其是各种真菌感染。然后夏天的时候也招虫子，各种虫子都喜欢吃它。看这亚洲梨的梨花，感觉比前一阵子更喜人了，好多都已经放开了，这一串一串的。像这一串，这大花苞刚刚鼓起了要开放，前边是已经开的。其实仔细看能看到这种花瓣，看这有一点点棕色了，这就是被冻伤了。还有这个也是。来看这棵开花比较早一点儿，满树都是梨花的这棵小梨树，还是能看出冻伤的。看这些花，这都是被冻坏的。白花就是没事儿，那些已经发棕色的是已经被冻伤的，这种估计就不行了。不过这一棵梨树上边呢，花还是挺多的，冻死一部分呢不会有任何的影响。反正这种小梨树呢也不会留太多的梨，所以也省去疏花的环节了。这棵梨树上面的花也基本上都放开了，不仔细看还是看不出来有冻伤。因为这棵呢比那棵小的梨树开花稍微的晚了一些，这哪怕是晚2、3天，其实影响就挺大的。它含苞待放的状态就不怕冻，打开了就怕冻了。还是那句话，花多将来果实也多，这冻伤一部分不会有影响，省去疏果的环节了。再来看另一个品种的亚洲梨，感觉这一棵受的影响会更多点儿，上面的花这种发棕的会更多一些。看看旁边的这种小山楂树，这山楂树的花苞和叶芽呢，基本上看不出有什么影响。这棵大的黄桃树呢，开花是所有桃树里边最早的，比梨树开花也早。我看它的叶片呢，基本上只是有冻蔫的感觉，不会像梨树、梨花那样有冻伤，所以桃花看样子是更筋动一些。再看看油桃，也几乎是类似的状态。也是很少能看到那种发棕被冻伤的花瓣的，只是稍微有点打蔫而已。这棵长果桑呢是发芽了，我能看出来这芽发的比较大的，看它的芽子已经被冻伤了，这个还是挺明显的。所以这桑树发芽晚呢也是有它的道理的，它是怕倒春寒的，晚点发芽。其实它长得特别快，后边很快就长起来，就结果了。这柿子树还是比较聪明啊，它树上的芽子呢还看不见绿，仔细看已经能看出它已经鼓出来一些了。这是那棵美国本土的野柿子树，长得比较大的。这棵是富裕柿子树，这棵树我又重新给保护了一下，因为富裕柿子树是相对来说比另外2种柿子树怕冷的。我看看我保护的成果怎么样。下边是看到有发芽的枝条，我是用这种塑料袋子给它绑住了，解开看一看吧。即使是拿塑料袋盖住了，这叶子也是能看出发棕了，也是被冻蔫了，不知道还能不能缓过来呀。这边另外一个枝条，我也打开看一看。这个枝条呢，它是没有发芽，但昨天我因为看到像这种有些芽苞已经鼓起来了，所以还是保护了一下。我感觉像这种已经发绿的，即便是拿塑料袋保护了，也有被冻伤的感觉了。但是那些没有顶出小绿芽的，应该后边是没事儿，还可以继续生长。它上边这个漆饲料袋子里边被罩的部分是完全没有发芽的。这棵 Jarrow 柿子树比刚才富裕柿子树会耐寒一些，它本身也是没有发芽的，能看出芽苞有一些发鼓了，但是没有发出来，这就没有被冻伤的风险，所以是不用担心的。我这片果园能人为干预的部分，也就是这些小树，下边堆一点麦秆呀，上边裹一些棉布塑料袋啊，或者是像这棵是我今年春天新栽的李子树，也是怕它被冻伤冻坏，所以我罩了一个
垃圾袋在最上边，这可能昨天晚上被风给吹开了。看这叶子已经有被冻伤的部分了，那冻伤的应该很快就干枯了，但是大部分还好，像这种冻蔫的是没什么事儿的，这应该很快能缓过来，就是会死一部分，然后有一部分会重新的活下来。这里边的呢，看起来还好，有点发蔫，但是应该是能活下来。这个袋子我等会儿给它摘下来就不要了。等后边如果再有这种零下2度的时候，我再稍微的保护保护，因为连冻2次的话，好多芽就死掉了。还有这种裸根的小树苗，特别小的，我就拿这种桶给它罩住了，也能起到保护的作用。当然，如果没发芽就不用担心。我的是因为我已经看到它已经发芽了，看下边这小芽长得好好的，那边还是有一个小芽，都是非常健康，保护一下就没问题。如果不保护呢，还是有一定的概率会把这种小芽冻死的。还要冻死几个小芽，那对这种裸根小树苗影响还是挺大的，因为你不知道其他的芽子是不是好的，能不能还发出来。刚才的那个是桃树，再来看看这边的这个小杏树，看比刚才的桃树怎么样。这个看起来稍微的有一点点冻蔫了，看来杏树这种叶子呀，还是比桃树更不抗冻。下边这个芽子长得小一点就没问题，看来还是这上面芽点长得有点太大了，越大呢就越不禁冻了。不管怎么样吧，这一片果园呢，不管新栽的小树苗，还是新栽的大树苗，还是其他的这些树，绝大部分都没有问题。现在唯一要担心的，就只有这2棵杏树上边的杏果能不能坐住了。唯一遗憾的就是这桃树开得正盛的时候，本来我们想在桃树底下照张全家福一起的，这还没来得及照，结果这桃树已经被冻蔫了，花已经不是最好的状态了，有可能只能结果的时候再照了，或者等明年花开的时候了。再看一眼盆栽蓝莓的花，这好像跟零下2度冻之前没什么区别，看样子没影响。看看这已经有点要开花的呢，也没什么影响。地栽的蓝莓也看不到任何冻伤的痕迹，所以蓝莓的花是完全没问题，非常非常抗冻。这2棵小蓝莓苗因为长叶子又是新栽的，我还是给保护起来了，看看现在什么状态吧。应该是没问题，像这种特别禁冻的植物，虽然没有冻伤，但仔细看还是有被冻过的痕迹的，叶子有点发红了，边缘有一点点的褶皱。再看另外一个，这另外一棵情况也差不多，上面花比较多，花是一点没受影响，叶子也是一样的，有一点点发红了，是被冻的感觉。这后边的无花果树被冻了一下，之前刚刚要萌发的小芽应该也都干了，估计得彻底等它从下边，从这叶子底下很靠近根部的地方再发枝了。可能今年的无花果结的又会比较晚了。再过去看看那边的香椿树，香椿树我们每年都没管它，今年丽丽是突发奇想，想了一招来保护一些香椿芽点。我看看它保护的那部分怎么样，看这个枝子还用一个纸袋给罩起来了，然后拿这种捆带的绳子捆了捆，其他的呢是用这种锡纸直接给它芽子整个包起来了。我看看，我先看看这些没包起来的吧。你看这种已经冻干冻死了，这种也是每年就是这种情况嘛，刚长出的芽子被这么一冻，就明显你看出它死掉了。这边这个也是干死掉了。香椿就是一冻就死，芽子就没了。我打开这个锡纸来看看里边的芽子，看这个芽子还是挺明显的，还是那种很鲜嫩、发绿、发红这种嫩芽子，所以这种保护是有效的，就是比较费事、比较麻烦。只要香椿树不是特别高，上面尖上的芽子就是能保护住的。可以在屋里边先提前把这种锡纸给它结好，
然后裹的时候呢，就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了，因为这种它是可以塑形的嘛，一捏就合在一起了，也不用拿绳子捆之类的。这一棵上边也是保护了几个，那边树上也几个压点保护了。这样的话，看样子今年我们很快就能吃上第一批的很少量的香椿芽了。这种锡纸呢，把它包下来，可能还能存起来，明年接着用。看看这2棵长得比较大的山楂树怎么样了？远远望去，好像是没受到这寒流的影响啊。仔细看看这花苞，也看不出明显受冻的痕迹，还是挺筋动的。看另一棵呢，像这种叶子打开的都比较大了，这花苞都能看出来了，也是没受影响。这棵大一些的伊利诺伊桑树，远处是看不见芽点的。走近呢，能看出这种是刚刚鼓起状态。这边还有一些刚鼓出来发绿的，这种没受影响，没有冻伤的感觉。这边也是一样，前一阵子最早那一批长出来的，像这种，仔细看的话，已经有点棕色了，这是被冻伤了，这也是被冻伤了。它只要长开了、长大了，就会被这种零下2度的低温给冻伤。如果还没开的话，那种芽子就没事儿。韭菜我们还在用无纺布盖着，这一池的韭菜呢，我们是用这种废弃的棉被，简单的给它盖上了，没用无纺布。无纺布因为还要找砖头啊或者其他东西给它压住，棉被呢，因为它本身是有一定重量的，所以很容易搭上去，只要风不是特别大，就不会被刮开刮走，还是挺有效的。再来看这边蒜苗没有受伤，因为蒜苗是非常非常抗冻的。这韭菜也是被棉被盖起来，还是非常鲜嫩。其实如果不被棉被盖上的话呢，这些韭菜昨天那低温一冻，再长出来，它上边就黄了，整个上边的尖部就干掉了。这边的大蒜苗也是丝毫不受影响。这边的葱前一阵子还比较小，这几天没看，都已经长这么大，而且都要开花打种子了。留着它结一些种子吧，以后我们有更多的葱种子用。这里边的草呢还得除一除，一直也没有功夫弄。走到薄荷这里了，这薄荷的小芽也都重新又从根部发出来了。换到大菜园这边了，这大菜园里边我用割草机把草割了割，有一部分地呢也用耕地的机器稍微的耕了耕，后边种的时候再浅浅耕一下就可以播种了。这一排我打算种上荷兰豆还有豌豆那些。还是继续看果树，看这个樱桃树。樱桃之前开花早的这些花是明显冻伤了，含苞待放状态的没什么事儿，这种还没有发出的花苞也是没事儿的，叶子几乎是没什么影响。所以开花太早呢也不是好处，花开太早就容易冻，如果是做了果实，像杏树那样就保不住了。上边的部分花会更多一些。樱桃呢多少还是受些影响的，其他的远处的樱桃树都还比较小，没开花，这也不会受影响。在远处的枣树还有梨树也都比较小，是没开花的，不会受什么影响的。这 Maxim 又过来吃我的野生羽衣甘蓝了，发现他还挺喜欢吃这个菜的，看嚼的多香啊！继续吃。以前以为它只吃根部，现在发现它也挺喜欢吃叶子的。它也知道什么菜是比较健康的，发现它特别喜欢吃羽衣甘蓝，特别喜欢吃小麦的苗，这些据说营养成分都挺高的。这枣树呢，还真的是看不见一点点的绿，真的要等到4月底5月了。这葡萄树上面的芽苞已经能明显看出膨大了好多。很快就要长开了，这叶子就窜出来了。这边好几棵葡萄树，葡萄树下边我也拿手持的割草设备给它割了割。现在割草啊，或者是耕地也不是特别方便，因为前一阵子老下雨，还要等它停止下雨，过2天干了之后。这边3棵是软枣猕猴桃，也是昨天晚上割草的时候天太黑了，
近处的都没来得及给割掉，因为怕把这种小苗给伤到。哦，刚才都没太注意，这软枣猕猴桃可真是怕冻啊，这芽都被冻死了，这都黑了。看这边更明显，这叶子没救了。看看上边还有没有发芽的芽点，还有挺多，所以倒不用太担心。再来看看中间的这颗公的软枣猕猴桃，也是一样的状态，上边长出了叶子，都已经发黑冻死了。这种还有好的芽点，刚刚鼓出来绿的，所以只要芽点多就没问题。另外这颗也是母的，是两边的是2颗母的，中间种一个公的，这样的话将来能授粉。这枣树啊，还有葡萄这一排中间，去年种的是西红柿，有大的有小的，然后是辣椒、甜椒，还有茄子。这杆子呢都还没来得及收，还得花点时间把它拆下来整理整理。我在想，这中间今年可能不行就种一点点毛豆，或者是就不种了，反正也有其他好多的地方可用。看着地上遍地的蒲公英都开花了，因为是趴在地上长的，割草机也割不到，最后开了花又变成这样，飘得到处都是。所以现在院子里啊，每年都有无数的蒲公英，这属于是比较让人烦的草之一了。当然，以前家里边父母过来在这边的时候呢，他们喜欢收集这些蒲公英的花，或者更嫩的时候收集蒲公英本身，然后可以泡茶呀，或者是做一些凉菜。我们也尝过拌凉菜焯水，偶尔吃一吃，味道也还可以。这就是我后院果园霜冻之后的基本状况了。现在天黑的是比较晚了，所以趁着天亮，还是抓紧时间多干点活吧。尤其是这些果树中间已经要开花的这种杂草，得给它割一割，否则的话又结好多种子，又失控了。